提升整个附加价值是工具机目前的解方。假设我家就只有3台工具机、5台工具机，开了一个加工厂，那怎么样可以用这个东西呢？实际上，生财小达人就是为了中小企业这样子的一个企业主呢来做设计。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其实它可以每天知道它的机器运作状况。第二，每天知道它的产出、它的良率，甚至它的整个加工的成本都可以及时的知道。我想，这个对所谓的中小型企业在跨入这个门槛，然后将整个工厂提升到智慧化，是非常有帮助的。大家都知道哦，张忠谋讲说，全球化已始，这个点出了一个问题，可是他并没有给答案哦。那尤其是现在，我们现在工具机产业啊，大家在那个媒体上常看到，就说，毛利只有5%，那加上了这个汇率，好，还有关税的夹击之后，那这个局感觉上是一个死局。哦，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幸呢，我们请到了我们全世界的那个工具机的龙头，友家集团的那个工具机事业群的汤家威协理，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友家如何在这个逆势中间去突破、去突围，创造一个新局。我们欢迎汤协理。好，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友家集团友家工具机事业群的汤家威协理。那今天很荣幸接受新汉的邀请来说明一下友家如何在这个逆境中突破。那其实大家知道，工具机不管是最近的，包括这几天非常沸沸扬扬的新闻的所谓的无薪假这些，都说工具机其实是已经都是乘坐海啸第一排。那我其实都会跟他们说，我们不只是海啸第一排，我们是站在消波块上面的海啸第一排，所以是直接面临的整个不管是对等关税的冲击，甚至是汇率的影响，那在这双重夹击之下，都整个让工具机产业产生一些许多负面的一些新闻。那如何去突破？接下来由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友家在这一块的解方是什么。那先介绍一下友家集团友家集团其实成立在1979年，那1985年的时候开始转工具机制造，在那个朱总裁的带领之下，不断的去并购跟工具机相关的各项产业。那总共目前分了3个事业群，第一个是工具机事业群，产业设备事业群以及绿能事业群。那工具事业群里面总共有36个品牌，49个生产基地。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设计上面的第一排的 Leadway、跟 EcoTop 跟 Ecoca 是台湾的在地品牌。那整个根据这个工具机的市占的调查的部分，友家集团是台湾目前最大工具机的集团，地位跟德国的DMG Mori 跟日本的马扎克还有美国的 Make 齐名。那附带一提的是，美国的 Make 集团其实也是友家工具机事业群旗下的子公司。这么多品牌里面，超过100年企业的总共有10个以上，所以友家在经营整个工具机是有悠远历史的，然后整个产业是有历史的，整个去提升，然后想办法在整个产业中突破。那友家的工具机的范围从最入门说的中阶款，从每一台大约8万块美金到最贵的一些台有3800万美金。整个机型除了立式、卧式，还有一些多轴机以外，从工件的部分也从最小型的只有几公斤，一直到最大型的600吨的这个工件。那整个这么大的集团，我们如何要应用所谓的工业4.0以及节能的议题？我们要如何去突破？我们友家集团发展的所谓的智慧绿色工具机，由智慧绿色工具机这一块来进行突破，然后搭配新汉的系统，在整个 AIoT， 我们来做一个全球化的布局。整个工具机里面必须要具备所谓的智能化，里面必须要包含一些功能的部分。那例如说我们的 AI 模拟分析然后虚实者的数位双生，然后用户、操作者还有一些企业老板最在乎的节能的效益，刀具寿命评估的部分，还有最重要的安全部分，以及搭配新汉之后，可以将各项数据进行可视化，然后以及智慧预警的控制的部分。数位上升的重点是在于仿真模拟的部分。在传统的方式，所有的加工厂它必须要去做一个工件的时候，它必须先
把机器买进来，然后开始进行打样测试，然后不断的去修改它的加工程式，然后达到最后的成品。但是这样子的方式会浪费许多时间，而且会产生非常多的我们讲的报废材料，因为它必须要不断去修改，然后达到最好的方式。那我们透过所谓的数位双针的仿真模拟的部分，我们可以有效的缩短这样子的时间，由电脑端先进行模拟，然后直接把程式产出。同时，这部分也可以有带来另外一个效益。以目前各个产业都必须要为了要避免对的关税影响，都必须要做所谓的全球布局，在各个国家都必须要有生产基地来避免关税影响。这个时候，总部的工程师只要将程式模拟完之后，可以直接发送到各个不同的生产基地，直接去做加工，不需要每一个生产基地都各自去做一个样品，然后来做成品的呈现。那数位双针里面，其实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要虚实整合。虚实整合的目的就是实体的机器跟我们所模拟的必须要能够完全相符。完全相符的情况之下，可以解决非常多的问题。所有问题可以在企业总部端先进行模拟分析，然后解决问题。而这些的动作不仅可以解决了我们在不同异地生产，他们不需要有这么多工程师来做这样子的工作之外，我们也可以确保整个成品的良率可以有效的提升。整个工具机的生命周期其实耗电量最大的是在加工的这个期间，所以企业主购买工具机就是我们的客人，他最在乎的其实是机台的能耗与监控，尤其现在要搭上所谓的碳关税的议题，所以客户非常会在乎我这一台机器我在加工的时候需要耗了多少电。我们工具机里面可以安装所谓的数位电表，然后增加所谓的资料收集器的部分，可以有效的去分析我整个用电的情况。不只有这样子，当我们有这些用电分析数据之后，我们可以开始去做我们的节能的改善的部分。那我们可以搭配所谓的节能部件的油压箱啊、风扇、游泳装置，我在必须要使用的时候，我们再将它开启，而不是让它永远随时在保持运转的状态。所以经过我们实际测试，可以有效节省69%的待机电力。另外一个用户加工者最在乎的就是刀具的寿命。刀具寿命为什么会这么在乎？刀具的品质好坏，因为刀具在切削的时候，其实切削就是所谓的硬碰硬，在切削的时候，它会产生磨耗。那碰到材质不均匀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断刀的部分，所以整个刀具的寿命就必须要纳入评估，才能有效去确认整个生产排程的顺畅。所以整个刀具里面，我们透过了一些感测器的回馈，然后透过一些机边电脑的运算，然后有效的去预估我整个刀具的寿命。这样子在我们的所谓的生管单位在排单的时候，在排程的时候，可以有效的确认我的整个流程的顺畅，不会因为刀具突然断刀了而产生意外，然后产生天机，或者是必须要更换刀具的这个部分。刚刚有提到，整个工具机里面其实必须要具备许多的感测器，然后来达到我们所谓的智慧化的部分。而智慧化的目的就是必须要可视化去监控各项的一些功能。那里面呢，除了我们可以做到例如说预估工具机的短期的用电量，那用电量当然可以判断出所谓的碳排放量。那工具机里面最核心的主轴的部分，它的运转状况。那当它有问题的时候，当它需要保养的时候，它可以提前预警，那让我们的操作者知道，让整个工厂营运维护的人员知道。再来就是用电设备的分析，去计算它的用电量，然后建立整个能耗，然后以及历史查询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监控哪些东西呢？我们必须要监控整个主轴啊、伺服件啊，以及整个周边的部分，包含了转速、冷却以及速度的部分。透过这些数据的收集，找到所谓的资料集以及储存单元，将整个数据上传、分析以及做运算，然后甚至到管理层来运用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做到哪些？透过
跟星汉结合的 AI 助理进行高负载生成，可以有效的避免时间电价对于整个我们加工成本的影响。来主轴运行的复杂运算，来分析的部分确认我们的机器的运行状态，然后能源分析以及成本绩效，甚至透过暴风系统结合所谓的暴风系统，可以到达员工绩效的分析。那透过我们的 AI 助理里面，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展示出我们的用电履历、主轴运转状态，然后零组件碳排放状态，以及整机的用电状态。那还有功率机，大家最在乎的我们的稳定性，因为加工的时候会产生热，所以整个铸件的结构热的状态的监控，也通通可以被纳在里面。透过我们的 AI 战情助手就我们 AI 助理，可以将整个数据产生图表。那绿色功率机 ALT 的整个解决方案，就是星汉有家跟星汉合作的部分，我们可以分成4个层面来谈。第一个层面是所谓的感知层。感知层的部分就是各个功率机里面将所有的资讯我们收集起来，然后透过了网络层的部分，然后去做边缘运算，然后再上去到我们的 OT 的部分 ，OT 的平台层，然后将资料收集、运算、分析到所谓的业务层，就到达了星汉的不管是战情室啊，甚至到后端的整个碳足迹，通通可以一次被纳入的，然后被整个计算进来。那整个战情室的部分，在各个管理层其实会有不同的所要关心的议题。透过整个战情室里面，我们可以去分析出，我们可以查看我们机师的图表状态，然后我们机器的使用稼动率到底如何，是不是有停机，然后机器是否运转顺畅，再来可以结合到我们所谓的效率以及能源趋势的部分，展现每日 OEE 的部分，产量的趋势、数量，然后是不是已经有符合整个产能的需求。再来就是能源管理的部分，刚才提到，其实工业生命周期最重要的耗电都是在所谓的用户端，所以能源管理、用电量、碳排放的分析，然后透过整个数据分析，然后来查询用电量是否合理。好，那当整个用电量有突然升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数据去分析，到底是问题在哪边，可以做进行查询的部分，或是拿来作为改善的依据。当然，资讯安全这是不管到哪一个阶层的企业规模，不管是大还是小，他们都非常担心的资讯安全，因为整个加工程式甚至整个图纸的安全部分，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保护？那透过星汉的这个 ALT 系统，然后多层次的 OT， 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治安，包含了到最底层的控制器端，以及我们所谓的感测器端的那个资讯安全部分。最后一个 AI 数据分析的仪表板，我们可以有效去分析所谓的成本、工厂数据以及品质，还有设备资讯的部分，让我们不管是在工厂或是在外面的业务，可以透过整个战情室，然后 AI 数据，然后去有效了解到我们生产的成本以及客户所要求的价格是不是符合我们所谓的市场行情，还是我们能不能接这个单，通通都可以在所谓的 AI 数据里面分析。好，那我们有家这边在做所谓进行的工具机战情室里面，我们分了几个情境，就如前面所说的，各个管理阶层他们所关心的议题却不一样。例如说，董事长其实最关心的就是生意好不好，到底有没有赚钱。所以董事长只要向着我们的 AI 助理询问说，目前生意怎么样，生意好不好？好，可以说呢，这是可以产出所谓的生产报表，然后整个毛利率啊，甚至到整个后结合 ERP 里面，可以到整个盈亏的部分，通通可以被显示出来。那设备乖不乖？我们的工厂厂长要确认一下我们的设备到底有没有正常的运行，然后设备的效率到底如何。所以工厂厂长只要询问我们的 AI 助理设备乖不乖，那整个 AI 助理就会把设备的稼动率，然后生产效率，通通给展示出来，就可以马上知道说我们的设备状况到底好不好。那常务的部分会问说，那所谓的吃电怪兽在哪里？就前面所说，用电是大
大家最在乎的。那所以吃电怪兽在哪里？可以我们将用电有效分析，确认每一个空间那用电是否合理。那当它用电量突然飙高，或是用电的异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确认说，到底问题出现在哪边，我们要如何去解决，然后来达到我们每个生产的耗能是符合期待。再来是 CNC 怎么选，这两个就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当工厂接到这个订单的时候，图纸一进来，我们要怎么去选择？我厂内这么多机器，哪一台机器可以拿来做适合的加工？太大的机器浪费电，浪费整个效率；太小的机器又不能做。这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是，当我们要进入所谓的新设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分析我的整个加工的数据，我的机器落在哪边，整个产能分布的时候，最常被占用的机器是哪一个？哪些机器最忙？哪些机器最闲？当机器最忙的那一台，所以我们在添购新设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要添购什么样的设备，而不是盲目就说，我现在觉得什么设备好，我就买了什么设备。其实设备买进来，其实最主要目的是要能够赚钱。所以在这个所谓的 CNC 怎么选的时候，会有这两个层面。谢谢汤学理的分享啊，汤学理可以让我们知道，就是说面对这个关税和汇率的夹击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并不是束手就擒，很多的方法可以做，包括就是说，从生产前的模拟到生产中的一些监控，到生产后的一些品质的追溯和那个效率的一些调查，实际上是可以从这中间呢一点一滴的把这个就是利润呢给榨出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刚刚汤学理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当我们必须要去海外基地做生产的时候，我们又没有那么多老师傅可以派遣，那这时候呢就可以从台湾的总部这边呢把一些模拟做好之后呢，直接就是派送到那个海外去。那汤学理我想说，以你这样多年在推动智慧工厂这个经验这个其实上是一个非常完整，而且是对客户有帮助的一个方案。可是你在推行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好，那其实，在整个台湾的企业里面，目前所面临的都是所谓的缺工的部分。缺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将整个机器赋予所谓的智能化。有第一个层面是，我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工程师在各个生产基地，透过我们总部这边就可以经由所谓的数位双生模拟，将程式编辑好，然后到各个生产基地的时候，它只需要去执行所以整个工程师的部分的需求量当然可以不需要这么多。那第二个部分是透过 AI 助理的部分。以前各个这些管理阶层都非常的忙碌，他们也不可能自己去分析这些数据，通常就是他们提出的问题，然后有底下的助理或者是写一些草程式来帮忙他们去把这些资料给整理出来。但是这通常都是耗费比较多的时间，然后甚至是可能是耗费一天只为了产生一张报表。那透过跟先合作的 AI 助理部分，整个工厂里面所需要的关注的数据，各个管理阶层所关注的不同的数据，透过我们的对答式的部分，就可以将这些资讯给产生出来，用这样的方式来提出来解决。好，那我想谢谢汤学理的分享其实友嘉跟新汉呢，其实长期的合作那也谢谢汤学理今天来帮我们去做分享。那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现在的工具机其实毛利不好然后经营当然也是辛苦。可是就是说，在于这个整个战形势来讲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投资的门槛那这个部分要怎么跨过去？汤学理有没有什么建议？整个系统里面工具机首先必须要先具备它所谓的智能化，搭配整个系统里面。但是呢，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大型企业，他们会有所谓自己的 IT 人员，他们会写一些程式，利用我们工具机所提供他们的一些数据所谓的 raw data， 他们去做分析运算。但是中小型企业的部分要跨入这个门槛，他们第一个没有人，第二个没有设备，
所以我们目前期望是能有一个中小型或者是比较入门，就是我们讲入门槛容易的部分，这样子来提升我们整个设备这些资讯可以被有效的运用的部分。是，这个其实这也是我们倾听了有这样的心声之后呢，其实我们除了这个完整的一个 AI 战情室之外呢，我们今天要送给那个有家一个礼物，就是生产小达人，这个是我们在最近期，帮我们的完整方案去做一个瘦身之后呢，具体而为的一个完整方案。那它回答了一个企业主最关心的问题。我们的企业主指的是，就是说，假设我家只有3台工具机、5台工具机，开了一个加工厂，那怎么样可以用这个东西呢？实际上，生产小达人就是为了中小企业这样子的一个企业主呢来做设计。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其实他可以每天知道他的机器物的状况，第二，每天知道它的产出、它的良率，甚至它的整个加工的成本都可以及时的知道。因为我们从企业主那边得到的现在最大的痛点就在于，就是说关税在动，然后汇率在动，然后原物料也在动。那我报价到底一些用概算的方式，到底报出去会赔钱还是赚钱，这个实际上是没办法掌握的。可是有这个生产小达人之后呢，那就可以每天第一个，他可以知道就是说，单一设备到底今天开机，到底他工作了几个小时。第二个，它的生产出来的结果到底良率多少，良品多少，不良品多少，再加上它的生产的这个数量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就是说，我今天生产的这100颗，总共花了我多少时间，花了我多少成本，我就可以去做报价。那今天的题目的一个重点呢，是在这一章，我们把这个巴拉克的那个联网方案呢，把它含在这个小达人里面，我们免费送给有家。就是让这个客户呢，只要下载这个生产小达人，就可以把他的 CNC 工具机呢去做一个联网，然后结合它的每天的产出的效果，然后呢可以得到它及时的报表。那最重要的地方是，这个部分呢还可以结合 AI， 可以让你每个礼拜呢针对你的生产绩效呢去做一个回应，去让你知道就是说，你哪里可以再更好，哪里可以更精进，让大家的改善有个方向。那我想请教唐经理，有了这样子的方案之后呢，对于这个客户上会有怎样的帮助呢？我想这个对所谓的中小型企业在跨入这个门槛，然后将整个工厂提升到智慧化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他们目前的痛点就是，我一次要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到底划不划算，何时可以回本，这是许多中小企业主他所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投入是他整年度的那个预算的部分，他透过这个领悟可以免费使用啊，快速导览，然后以及 AI 的一些建议，可以让整个中小企业有效的提升，然后让他们整个工厂提升到所谓的智能工厂的部分。好，谢谢唐经理。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时间的关系，我大概就访问到这边。那我们开放现场，就是一个问题，能够来宾要借用这个机会来请教我们唐经理问题。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最近那个会议那个贸易分析关键的部分。那前几天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几个工具机厂已开始收减价，然后想要请问一下唐经理，怎么样用这个东西帮工具机厂，这是你们的客户度过这一波的？那其实提升整个附加价值是工具机目前的解放，因为如前面有提到，各家工具机都有生产类似的机器，那我们将机器赋予智能化，有这些感测器，然后结合星汉的这个整个系统的部分，我们可以有效的提升跟工具机的附加价值，然后减少一些人事成本的部分。好，那谢谢唐经理今天的有精彩的分享。我想今天主要的 take away 就是说，毛利率低不是问题，那从细节去着手，然后呢，我们有家呢利用 AI 智慧制造呢，带领工具机企业再创一个佳绩。好，谢谢各位，谢谢。